各位，色字頭上一把小刀，忍字是心頭上一把大刀啊！忍无可忍，无需再忍呐！正在竄訪台灣的罪耳屁眼小國巴拉圭的總統貝尼亞突然衝中國發難，譴責解放軍台海軍演，反對中國經濟脅迫，還說呢，中國不應該阻止台灣跟別的國家正常往來。幾句話翻來覆去出溜屁，就是想給台獨撐腰啊。2月6號、5月7號到10號，這個巴拉圭的總統貝尼亞帶着半個內閣、外長、工商部長一堆人跑到台灣搞所謂的國事訪問，就這個傻貨。賴清德那邊是給足了面子，紅毯、軍禮、國宴全套給安排上，就差把那個金元外交4個字寫到他臉上了，花的台灣的民脂民膏買的屁眼小國去訪問这個行货吃着賴清德的宴席，對中國大陸卻放起了狠話。這個巴拉圭說再次譴責中國大陸在台灣周邊軍事演習巴拉圭呢是在台灣南美洲最後一個所謂的邦交國了。這根獨苗能夠撐到現在全靠台灣當局幾十年如一日的砸錢輸血，累計的援助超過了5億美元，每年還有大筆的經濟合作的款項。貝尼亞所在的執政黨跟台獨方面的利益捆綁得很深。巴拉圭的老百姓和國內的反對黨的眼睛是雪亮的，他們早就看明白了，跟中國大陸建交，擁抱全球第2大經濟體才是真正符合國家長遠利益的選擇。貝尼亞今年4月份剛以微弱的優勢驚險的連任，國內的反對聲音很大，他這次竄訪台灣放狠話，說白了就是演給國內的親台勢力的一場戲來一場這個戲吧，用對自己对华強硬的姿態來鞏固自己的執政根基，安撫背後的金主。他徹頭徹尾的賭注就是巴拉圭的國家的未來。可是呢，他的這筆賬算的好像有點不對。巴拉圭是個內陸農業國，最大的貿易夥伴就是巴西、阿根廷，而中國早在2025年對巴拉圭的出口額就突破了60億美元順差大的嚇人。巴拉圭日常用的很多商品都來自中國。這個貨嘴上喊着反對經濟脅迫，身體卻很誠實。早在4月份他就透露，巴拉圭对通過南方共同市場與中國達成貿易協議完全持開放的態度。什麼意思意思是既想拿台灣的好處，又不想放棄中國大陸的巨大蛋糕，想左右逢源，兩頭通吃。天下哪有那麼好的事兒中國的外交部發言人早已經說的再清楚不過了，奉勸巴拉圭當局早日站到歷史正確的一邊，與台灣斷絕外交關係呀。可是呢，中國現在呢，對於這些罪耳小國，甚至包括美國的一些現任的官員訪問台灣，這個是非常非常被動的。讓一個反覆被回避的問題再次浮上水面。作為聯合國安理會的5常之一的全球性大國，面對那些拿台灣問題當政治籌碼的小角色，難道真的只能停留在口頭譴責的層面嗎？俄羅斯的國師亞歷山大·杜金，他奉勸中國不能再在台灣問題上過度的隱忍了，必須用剛性原則與實際的威懾，讓挑釁者付出代價。這話聽着刺耳，細想呢卻很有道理。這種鬧劇反覆上演，只因為代價太輕。5月6號，以色列未來黨的議員伙同數名議員再次竄訪台灣，發表錯誤言論。再次
不是这位議員第一次這麼幹的。5月7號凌晨賴清德本人親自到場，還排了一整隊的士兵，搞了一出軍事儀仗表演。賴清德還掏出了一枚聽上去名頭響亮的彩玉大勳章，親手給這個巴拉圭的小國總統掛在了胸前。賴清德本人是灰頭土臉，本來計劃風風光光的飛往非洲的斯威士蘭，結果鬧了一個燒雞大窩脖，最後躲在了人家那個酋長的專機裡邊，跟個貨物似的偷渡式的訪問，再讓人那個專機給送回來。所以賴清德這算是丟盡了人了。那麼這些敢於冒着中國的這種憤怒去台灣竄訪的這些人，他們心裡邊打定了，反正中方只會發個外交聲明，自己不用承擔任何實質性的代價，何樂而不為呢？這就是問題的所在了，朋友們。挑釁、抗議、再挑衅、再抗議的循環跑了一遍又一遍，挑衅的成本幾乎為零，挑釁的收益卻很可觀，去了一趟就从癞蛤蟆那掏出了腦白金來台灣人民的民脂民膏嘛，全拿走了。規矩立不起來，試探就停不下來。所以這種局面下這個俄羅斯的國師看不下去了，說你能不能學學俄羅斯長期以來对待領土紅線的做法。比如說車臣，整個西方政界幾乎沒人敢拿來做文章，原因不複雜。普京把規矩講得明明白白，任何外國政要未經批准擅自前往車臣開展官方活動，等同於敵視俄羅斯，干涉俄羅斯的內政，斷交、制裁、邊境封鎖，全套伺候。這條紅線畫下來幾十年，硬是沒人敢踩。而且人家普京那套心照不宣的潛規則，任何擅闖俄羅斯領空的外國飛機都可能遭遇所謂的飛行誤判、設備故障、避讓失誤乃至導彈誤擊等各種的意外。從蘇聯時代延續到現在，相關的事件累計發生了多次，事後的定性幾乎都落在對方非法闖入上，俄羅斯極少道歉賠償，這種幾乎冷酷的處理方式形成了一種獨特的威懾。你不知道莫斯科會做到哪一步，所以最好的選擇就別去試。他連民航客機都給你擊落，韓國的那個。所以說俄羅斯的國師杜金圍繞這個台海問題對中國的這種勸告邏輯，跟俄羅斯幾十年來的做法一脈相承。與其在挑釁發生後被動的回應，不如把規則前置，把後果講透，讓任何潛在的試探者在動手之前自己掂量明白。一味的忍讓換不來對手的克制，反而會讓試探升級成為習慣，對吧？那當然了中國呢未必直接照搬這麼野蠻的做法，對吧？那麼硬規矩前置、強威懾落地這條思路本身，這是中國維護核心利益時繞不開的常識。把剛性的規則落到操作層面，可以非常克制、非常專業。第一步把規則講在明面上，可以正式的對外宣布，任何外國現任官員、任何名義竄訪中國台灣地區，必須提前向中國北京政府申請獲准方可成行，民間正常的經貿文化不受影響。对那些執意越線的政要，要啟動無人機貼身伴飛阻攔。其實執行起來很簡單，提前鎖定竄台飛機的起飛時間、入境的航線、飛行高度關鍵參數。大型的長航时無人機提前抵達預定的空域，卡在必經的航線的關鍵節點，保持平穩航線，同高度貼身伴飛，不主動變道，不主動貼近，但是穩穩地站住航道，全程高清錄像，把空域的主導權
和航線的避讓責任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裡邊。這套打法很精妙，你把所有的动作都控制在合理的範圍內，不主动撞击，不主动開火，全程只是在自家的領空正常巡航，依規站位，貼身伴飛，所有的行為都是防禦性的、常態化的。一旦空中真的發生航路衝突或者是避讓失誤，按照國際法、中國相關法律，完全可以定性為外國飛機擅自闖入中國領空敏感區域引發的安全事故。由於使用的是無人機，飛行員安全这道顧慮直接消除，反應的彈性那就大大的增加了。法理上看，未经中国中央政府批准擅自进入中国的台灣領空，本身就是違反國際法和中国法律的行为，由此產生的任何意外，理虧方完全在挑戰者一邊。這套規則一旦立住，連鎖效應會非常的明顯。對那些靠竄台蹭流量、癞蛤蟆捏出腦白金的那些低端政客來說，需要權衡的就不再是被罵幾句，而是是否拿命去賭，值得嗎？對於美國、日本這種背後的推手而言，則會陷入兩難：主動向中方報備，前期所有的政治承諾全部破產，顏面盡失，繞過中方的強行硬闖，不得不衝動空軍實施護航那麼立刻落入了主場博弈的陷阱，成本對比也極其懸殊，對吧？所以規矩立起來之後，必須接受中國的管轄，才能確保你的安全。這種政治作秀的價值瞬間歸零，鬧劇自然就演不下去了。別怕又提出來什麼所謂的中國威脅論了、航行自由受限之類的標籤，說實在的，你中國做不做這種事兒，這類抹黑都不會少。所以中國呀，是該硬起來立規矩了，不然和你大國的身份不相符。點個訂閱，咱們下期再聊。